这架飞机啊，看起来相当科幻，但它不仅是真的，而且是上个世纪90年代便已经成真了。3名飞行员在3年时间里面，先后驾驶着它呢，飞上了38次天空，没有遇到过一次危险。可见这个看起来咄咄逼人的家伙呢，实际上是非常的友好的。它叫做猛禽。在2002年首次揭秘时呢，属于波音，但其实它的起点啊始于麦道，甚至还要更为久远，与这2架飞机都有脱不开的关系了。那好，咱们今天呢就来好好聊聊它。曾经军用飞机为了躲避来自地面的跟踪与攻击，靠的都是飞得高和飞得快。他们在 SR-71黑鸟身上达到了巅峰，但是后来啊，人们突然发现，我不一定非得要这么干啊，只要让你从一开始根本就看不见我，不就好了吗？从此啊，高空高速不再是军机的硬杠杠，隐身性能呢才是至关重要的。于是，在一个神秘方程式的帮助下呢，洛克希德用这架飞机慵懒赢下了第1架隐形战斗机的研发合同。随后，他继续发展，最终就成为了这个世界上第1架执行战斗任务的隐形战机 F-117了。好，故事里面的第2架诺斯罗普，虽然在第1架隐形战斗机的设计 PK 中败下阵来，但随后却卯足了劲，用这架飞机沉默之蓝赢下了以实验为目的的隐形侦察机的合同，用实力证明了哪怕我长得再丑又怎么样呢？因为你根本就看不见我嘛。随后他虽然没有继续发展，但由此长出来的科技树呢，最终让 B2 得以诞生了。接下来就是故事里面的第3家了，有点悲催的麦克唐纳道格拉斯了，因为他从第1个项目呢就开始参与竞争了，甚至在与慵懒的 PK 中还赢下了第1阶段。但是后来，不管是隐形侦察机还是更新的先进战术战斗机项目竞争呢，他都没能被选上啊。看着洛克希德和罗斯罗普大把的花着纳税人的钱，一架又一架的造验证机，这个心里面啊实在是很不甘啊。好，既然你洛克希德有著名的臭油工厂，那我也对标你整一个幻影工厂出来了。你的臭油工厂里面有1号人物凯利约翰逊，那我的幻影工厂里面就挖你的2号人物过来呗。艾伦·纽西曼，其实这个2号人物是我随便说的啊，他可能并不是2号，但是也绝非等闲之辈啊。维希曼从一开始就参与了慵懒的开发，并在随后的 F-117中继续担任了重要的角色。结束之后呢，还帮助洛克希德为海军开发了那艘隐形战舰海影，以至于在很多绝密项目都还没有解密之前啊，美国国防工业协会就将含金量极高的技术成就奖颁发给了他。理由中最重要的一条是，由于艾伦·维希曼的工作呢，使得美国的隐形技术在与潜在对手的竞争中获得了15年的领先优势。好，所以你看，由他组建的麦道幻影工厂，显然也是梦幻级别的啦。于是，梦幻的猛禽，就登场了。我必须要承认啊，第一眼看到它呢，我是惊呆了的。这是一架飞机吗？它怎么长得如此奇怪呢？也如此好看啊。当然，好看是好看，但它怎么可能飞得起来呢？跟我有着同样想法的，其实还有后来驾驶它飞了8次的幻影工厂首席试飞员鲁迪豪格了。他在第1次看到这架飞机的造型之后呢，就马上开始担忧起来了。为了验证自己的想法，他还真的就拿了一张纸，折出了跟这个飞机一模一样的带着下翘翼尖的纸飞机，然后扔了出去。不出所料，这架纸飞机呢马上就开始翻滚了起来，最后以背部朝下的姿势呢就栽到了地上。妈呀，我可不能拿自己的生命开这种玩笑啊！当时鲁迪的心里面呢一定奔过很多匹的马啊。但是设计师比马来的还要快，立刻就跑到他面前安慰他了啊，同时拍着自己的胸脯保证放心吧，真正的飞机呢是绝对不会像这个样子的，因为我们已经用计算机模拟过了，并且风洞测试也是做过了的，它肯定是能够飞得起来的。它的确是飞得不错啊，而且设计师的话里面呢，其实是透露出了这架飞机最重要的一个特征。它是一架采用了当时还相当新颖的快速原型制作方式设计出来的飞机了。所谓快速原型啊，就是指抛弃原有的先画图纸，再造模型，接着对真实的物理模型进行测试，然后再根据反馈回过头去修改图纸，再造模型，再做测试，这种反复数遍的复杂流程了。而是从一开始呢，就用计算机来进行辅助设计，在计算机里面建造虚拟模型，然后利用那个年代最佳的算力模拟各种各样的飞行性能，因此能够以更快的速度生产出比以往更加接近成品的原型机组件了。这个在今天看起来呢太稀松平常了，但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的确是一个新鲜事啊。话说为什么幻影工厂要这么干呢？其实理由很简单啊，就一个字：
穷，因为跟吃皇粮的洛克希德和诺斯罗普不一样啊，麦道是一家纯粹的私有公司，所以省钱自然就成了相当重要的一件事情了嘛。穷则变，变则通，麦道真的就用变把这架飞机给走通了。前前后后啊，从概念到飞上天空呢，这架猛禽只花掉了不到6700万美元，比今天买一架 F-35的成本还要低。但是两者完全就没有可比性啊，一个是让0走到了1，另外一个呢，只不过是在1后面又多加了几个数字而已。说到省钱，咱要再啰嗦几句了，因为它实在是太有意思了，已经到了那种能不用新的就绝不用新的地步。发动机用的是小型喷气机，比如塞斯纳公务机才会用到的普惠 JT15D， 可怜的推力只能勉强超过3000磅。主起落架则是拿比奇飞机公司生产的双发轻型机上面的零件改装一下就成。弹射座椅来自 AV-8B 钥匙战斗机。控制杆和油门来自 FA18 大黄蜂，方向舵踏板呢从 A4 天鹰上直接扒下来就好了，堪称是飞机界的科学怪人啊！空军试飞员道格本杰明更是不掩饰他的坦诚啊，说：“哎呀，上面的钟呢就是从沃尔玛买回来的，所有的空调系统不过就是个小风扇而已。”稍微有点对不起这么科幻的外表啊，当然也是这么高科技的外表。跟在内部省钱正好相反啊，猛禽的外部呢是它另外一个发挥创造力，同时也是毫不吝啬金钱的特点了。单一复合材料的整体结构，极少接缝，几乎没有间隙，相当的尖端啊，是直到今天隐形飞机还在攻克的关键技术之一了。因为可以带来无与伦比的雷达隐身性能嘛。好，当然猛禽呢还有多走了几步。它用整体的外观和优化的涂装，最大限度地降低了阳光下面的阴影，于是即便在白天呢，也能跟天空融为一体，增加了视觉隐身的特性。它将进气口埋在了座舱背后，它将尾喷口呢藏在了这个微张的小嘴的深处，有效降低了红外和声学特征，从而提供了一种整体隐身的解决方案。当然，从计算机模型走到验证机，再从地面验证，最终飞上天空。它在这个中间的每一步呢，都进行了大量的修改。但事实证明啊，它这副 UFO 的模样呢，还真的就是在空气动力学上是稳定的。有一点就能够说明问题了。跟其他需要使用电传操纵并大量依赖计算机辅助飞行的隐形战机不同，它上面用的还是老式的机械与液压驱动的飞控系统。如果它真的是不稳定的话，早就如鲁迪折出来的那架纸飞机一样啊，栽到地上了。1999年，这架唯一的猛禽最后一次飞上了天空，用不快的速度、不高的声线，但是却极为有效的隐身能力，再次宣告了波音的研发实力，为后来的很多技术都埋下了基础。隐形飞机真的会隐形吗？当然不会啊！实际上，几乎所有的隐形飞机在一些深高频和超高频雷达面前都是明显可见的。既然这样，它们凭什么还叫做隐形飞机呢？没办法啊，想要在雷达面前完全消失呢，几乎是不可能的。隐形飞机比普通飞机强就强在啊，虽然你能够看得到我，但是却很难打到我。好吧，尽管有点鸡贼，但能够鸡贼得起来本身就很不容易了。今天咱们就来聊聊他们是怎么做到的，以及他们为什么就不容易呢？首先，第一个是设计。一个能够使雷达波偏转而不是原路返回的外观设计，对隐形飞机至关重要。虽然我们可能已经很熟悉了，因为它在第5代战斗机上已经成为最明显的特征了。但如果你真的想要彻底的欣赏它呢，最好还是退回到它的起点，那架棱角分明的 F117上。F117啊，代表着当年对雷达散射截面的最强计算结果。酷似外星飞行器的造型呢，直到今天看起来都是那么的科幻。反倒是现在更加圆润流畅的 F-35或者 J-20好像还缺了点味道啊。不过这正好代表着我们的计算能力在这段时间里面取得了多大的进步，可以在一个3维空间而不是2维平面上保持良好的雷达散射设计了。是的啊，虽然有了更多的曲线，但是散射雷达波的底层逻辑还是一致的。就像这张图片展示的一样啊，隐形飞机的外形呢，需要被设计成像是一面面斜镜一样，把雷达波的能量反射到别的地方去。与此同时啊，今天的隐形飞机表面设计还加入了新的理念，它利用适当的弯曲与平滑的过渡啊，让雷达波平稳的通过它，就像水流过光滑的荷叶表面一样，不会留有痕迹。疏而不堵，这不是东方的智慧吗？当然啊，就需要更好的模型和更强的算力了。这是第一个难点啊。接下来第二个，
换一种思路，以柔克刚，你拳拳到肉，我就借力打力，用特殊的材料把你发射过来的雷达波全给吸收掉，这便是雷达吸波材料了。因为有一些特殊的地方啊，仅仅只是靠外形设计呢，还是无法彻底解决问题的。比如像机翼的前缘、进气道的入口、垂直尾翼的表面等等，都会产生大量的回波。在这儿呢，就必须要采用吸波材料加以辅助了，它简称 RAM（Radar Absorbent Material）。其工作原理是将雷达发射过来的电磁波的能量吸收，转化为热量，再发散到空气当中。通过与第一个外形设计相结合呢，就能够将战斗机的雷达截面减小到和一只中型鸟类差不多的水平了。而什么算是中型鸟类呢？指的就是大部分体长在20到40厘米之间的鸟类了。你看啊，这么算起来，等于就是把战斗机缩小了50倍嘛，还是非常可观的。但是啊 ，RAM 维护起来就是一场噩梦了。为什么拥有一架 F-35或者歼20那么贵呢？这一定就是其中的一部分原因了。同时啊，高温也是一个问题啊。甚至通过一些资料，我们已经知道，隐形战斗机是很难维持持续的超音速飞行的。并不是发动机不给力啊，而是 RAM 不给力，速度一快，跟空气的摩擦一剧烈，温度就升上去了，然后吸波涂层就废掉了。你飞得越快，暴露的就越快，很尴尬，这就是第二个难点了。好，如果说前面两个大家都能够比较容易想到的话，那么后面这几个呢，就是往往被忽略的了。第三个，生产公差，隐形设计在数学运算上的复杂性和 RAM 材料在应用上的烧钱性是一回事，但是能设计也能花钱，这隐形飞机就能够自己组装出来了吗？不行吗？能够大量部署它们的重要前提其实是必须要能够以极其严格的生产公差去制造它们的水平才行。在隐形战斗机的表面，即使是面板之间极其微小的缝隙呢，也会使它更容易被雷达探测到的。因此，组装隐形飞机的过程就是一个非常艰苦的过程了。它既需要大量的专业知识，也需要很多相当昂贵的设备的支持。引用一篇专业文章里面的描述就是如果飞机外部结构的部件经过精密加工，以极小的公差配合在一起的话，那么隐形要求就可以更容易的满足。换句话说就是，减少和接近消除结构部件之间的间隙呢，对于实现飞机的隐身特性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实际上，这正是难倒很多国家的一点之所以美国能够把自己的隐形优势保持了那么久呢，也得益于此。比如产自1990年代至2000年代的 F-22，它的制造公差大约为1/400毫米，这在当时是相当不可思议的。但即便如此，仍然还是需要用胶带填缝剂和 RAM 材料来处理缝隙，才能够保持住飞机的隐形轮廓。而到了 F-35，据说生产公差又提高了几个数量级，但你看覆盖缝隙的 RAM 材料呢，依然清晰可见。所以这第3点是难上加难第4点就是如何隐藏自身的红外和电磁特征了。别被动的挡着了，却把主动的给泄露出去了。考虑到只要燃烧喷气呢，就一定会带来红外特征，所以为了减轻一点点，那就把发动机埋得深一点嘛。隐形飞机通常将发动机安装在机身的深处，在排气口周围呢装有特殊的护罩，以便在释放热量时能够快速散发。同时这种方法还有助于管理飞机的声学和视觉特征。换句话说就是不仅让敌人的机器不容易发现我，也要让敌人的人不容易发现我。当然，这儿的难点就是，并不是所有的隐形飞机都能够有效的遮住发动机的，也并不是所有的护罩都是那么容易设计的。最后还有一点，也是恰恰不能硬塞进去的一点那就是人的因素。利用有利的地形、准确的情报、敌人的弱点和你对自己驾驶的飞机的了解程度来制定计划、规划路线，以最大限度的减少暴露于可能会发现或者攻击你的敌人防御系统面前的风险。这就意味着飞行员以及飞行团队本身也是隐形战机的重要组成部分了。好了，听完以上几点，朋友们觉得印度大概还需要花多少年才能够端出一架像样的隐形战斗机呢？ F-15 50岁， F-22 25岁，两架都是美国空军机库中最为重要的空中优势战斗机了。那么请问，要是你来做决策，想要进一步升级和扩充战斗机编队的话，你会选哪一架呢？F-22，对不对？因为它更年轻、更先进，超隐身也超能打嘛。但是美国空军的选择却是 F-15。不仅如此他们更是已经下定了决心，计划在2030年左右呢，将现有的 F-22全部退役。奇怪了，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虽然我相信咱们频道的大部分观众对 F-22已经是相当熟悉了，但是呢，我还是想要再简单的介绍一下它，以免让人觉得它就是个连 F-15都不如的花架子，所以说才被抛弃了的嘛。但事实上呢，当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 F-22猛禽战斗机于1997年首次飞上天空时，它就是一架与现役所有的战斗机都截然不同的新物种了，以至于很快就因为它的出现呢，诞生了新一代战斗机的标准。我们现在都知道了啊，它们被称作第5代战机。如今啊，整整1/4个世纪过去了，全世界也只多了3款飞机，以足够先进的实力赢得了令人垂涎的5代机的称号嘛。F-35、歼-20和苏-57，尽管这些战机比 F-22更新，当然在很多方面也更为先进，但 F-22仍然被广泛认为是这个地球上最强大的空对空战斗机了。原因很简单啊，因为 F-22的诞生呢，就是为了拿到空战之王的桂冠的嘛。但讽刺的是啊，正是这顶桂冠呢，成为了他被迫退出历史舞台的主要原因之一了。F-22诞生于美国空军的高级战术战斗机计划。该计划呢可以往前追溯回到1981年，当时美国空军首次制定并确定了下一代空中优势战斗机的要求清单，他们全部都指向去取代已经被视为传奇的 F-15鹰。彼时冷战依然活跃 ，F-15有一个明确的对抗目标。苏联的米格25，尽管后来我们知道米格25更多是苏联人放出来的一颗烟雾弹，但是它的确对美国人起了作用啊，让他们怕的不行啊。所以哪怕是认为自己的 F-15可以在米格25面前占据优势，但是也很担心苏联的下一代战斗机呢已经在路上了，把 F-15打掉呢似乎只是个时间问题嘛，得要抢时间了。于是你看这速度啊，1985年开始征集方案，结果到了1991年，不仅 YF-22已经试飞，而且还赢下了生产合同。6年之后呢，也就是1997年，第一架生产型的 F-22就首飞了。8年后，2005年 F-22正式服役。结果嘛，自然是跟当初想要的一模一样了。F-22的空战能力啊，首屈一指。得益于其推力矢量控制和高推重比的发动机 ，F-22拥有极高的机动性，再加上那挺 M61火神6管20毫米加特林旋转机炮，使其即使在完全不考虑隐身的情况下，也能够在空中与那些最强大的4代机近距离狗斗。就更不要提迄今为止飞机上最小的雷达截面了嘛。如果他想要隐身呢，也可以选择在视距外就同对方交战嘛。总之啊，空中优势似乎被他拿捏得死死的。所以这么看起来啊，这款5代机的开山之作不仅研发得快，优势还很明显，而且服役的时间也近得很嘛，实在是找不出什么理由退役它。好，其实理由很简单，就是它存在的理由不存在了。就在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赢得建造 F-22合同的同一年啊，苏联解体了，冷战结束了。到 F-22服役时呢，美国已经遇不到他假想中强大的苏联战斗机了。相反，他倒是呢，在多个战区对恐怖组织发动了战争。不过，恐怖组织哪有什么可以跟 F-22干架的战斗机和防空系统呢？等于就是F-22完全就失去了对手了嘛，茫然了。因此，2009年，美国将原本计划的750架 F-22订单呢大幅削减至186架，其中真正入列的不过150架左右。这些原本有望在机队中取代 F-15的5代机，突然就变成了濒临灭绝的物种了。而且随着多用途隐身战机 F-35紧随其后 ，F-22的大部分生产线呢被蚕食，变成了别人的嫁衣。于是这个世界上就永远都不会有超过186只猛禽了。那只有186架，就将就着186架用呗。怎么着，它也还是够先进的呀。似乎退役的决定还是有些站不住脚嘛。但是随着生产线的停止呢，一些部件根本就无法更换嘛。而如果要去小批量的生产它们的话，成本会高得惊人啊。毕竟，美国空军曾经打算退役其所有的 F-15以支持 F-22，但如今必须要支付维护、更新和发展其 F-15机队的费用，同时还要支持相对较少但价格却异常昂贵的 F-22，他们实在也是吃不消了嘛。与其这样拧巴着，不如痛快的来一个了结直接退役他说案了。这大概是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另外，好，就算美国空军愿意留着这100来架的 F-22，但他们毕竟是几十年前的产品了，有很多东西呢都是需要升级更新的，比如航电。好吧，这又是一个大问题啊！与之前的许多战斗机一样 ，F-22在开发时呢并未考虑模块化，这意味着其过时的硬件和软件是结合在一起的，因此想要升级它，不是简单的更新一下软件就行了，而是需要完完全全的更换其整套硬件啊。
这笔钱花下去就一定不是个小数目嘛。目前，美国空军正在对这些 F-22进行一系列耗资110亿美元的更新，110亿不便宜吧？但花这么多钱，甚至连老航店的边边都没有擦到，只不过是一些替换更隐形的外部油箱和挂架、新的超视距空导弹和新的电子战套件的开销而已，算是冰山的一角吧。好，那你还可以说，美国佬有钱砸它不就完了吗？硬要这样呢，也是可以的啊。但是，即便把全部的 F-22都升级了，他们也不过才150架左右嘛。要是真的遇到大规模的战斗了，能够用吗？同时啊，他们也仍然面临着很难获得替换零件，所以就没有办法更换因老化退役、在事故中损坏或者是被击中后报废的 F-22了。花那么多钱升级维护，结果却换来了一个寂寞，显然是不明智的嘛。所以明智的做法是什么呢？是退役 F-22，升级和补充 F-15，同时把钱砸在下一代制空权战机的研发上嘛。你想过没有，为什么有陆基洲际弹道导弹，也有海基洲际弹道导弹，就是没有在空中发射的空基洲际弹道导弹呢？是太难了吗？是的，的确很难，但原因呢？并不止于此啊，因为早在1974年，美国就已经试验成功了。1974年的10月24日，美国空军在打开了一架 C5 银河运输机屁股上面的舱门后呢，成功的发射了一枚民兵1号洲际弹道导弹。虽然它并没有装上核弹头，也只是启动了第一级的发动机，但是这种从空中机动着发射洲际弹道导弹方式，本可以为美国的核武发射库中加入新的元素，或者说新的威胁嘛。可是他就只那么试了一次之后呢，就再也不见踪迹了。这美国人的脑子里面是进水了吗？要知道，从 F-18上扔下一枚4米长、1吨重的联合防区外空地导弹 AGM-158是一回事，但是想要扔下的是一枚将近20米长、重达30吨的洲际弹道导弹时呢，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费这么大劲，花这么大代价，实验成功了，却锁到保险箱里面不用了，你说奇不奇怪啊？所以呢，这背后究竟是隐藏了什么秘密？故事啊，我们还要推回到1945年的7月，从原子弹诞生的那一刻起开始说。1945年7月，美国进行了有史以来第一次的原子弹爆炸实验，以相当于2.5万吨炸药的爆炸当量，炸开了核时代。4年之后呢，在1949年，苏联效仿，全球的力量平衡因此而改变，也为长达数十年的核竞赛做好了铺垫。到了1974年，核态势已经成为美苏两国政府意识形态冲突的一个不可分割的方面。两个国家都在不懈地努力以新的手段利用或者交付核武器，先是原子弹，接下来呢就是更为致命的氢弹了。美国在技术上处于领先地位，而技术稍欠一筹的苏联则在数量上进行弥补。说白了就是你造1枚，那我就造个10枚。虽然精度没你那么高，但即便只有1/10的概率，我也能干掉你了。到了1974年两者之间的差距就这样被苏联人给硬是抹平了。美国的优势呢，不在了。虽然这也只是种感觉而已，你以为美国人真的就知道苏联到底有多少个核弹头吗？并不是嘛，他们只是分析得出来的，然后就开始陷入到被害妄想症当中了。不过呢，这也不怪他们啊，说起来非常讽刺，因为 mad 疯狂这个单词在当时是有另外一层意思的，它正好是 mutually assured destruction，相互保证毁灭的首字母。这是一种一毁皆毁的军事战略思想，建立在假设交战双方都有着足够摧毁另一方的武力，而且一方如果受到了另外一方的攻击，不论理由是什么呢，都会以同样甚至是更为强大的武力呢给他怼回去。结果就是相互保证了对对方的绝对毁灭。既然这样，大家就都会怕他了，也就不敢首先发动进攻了，成为了一种恐怖的平衡。实际上 MAD恰好被认为是冷战变不成热战的重要原因了。不过你看这其中有一个非常关键的词叫做平衡，一旦平衡打破 ，MAD 就开始失效了，意味着我可以单方面的摧毁你了。美国人怕的就是这个嘛。一方面，苏联人的核弹呢是越来越多；另一方面，他们不仅多还基本都能动，车载、列车载，甚至还能动用直升机载。
吊起来，让他们实现快速的重新部署。再反观美国人呢，一开始由于过于自信啊，基本上都是把自己的民兵洲际弹道导弹装在了固定的发射井里面。如果苏联人的情报足够准确的话，完全是可以在第一波进攻的时候瞄准并直接摧毁这些无法移动的目标的。美国岂不一上来就直接完蛋了吗？这简直是越想越怕，坐立不安啊！于是时任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呢，就想看看能不能从外交途径上缓解这个问题。他准备约上苏联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出席长谈一番，讨论一下，为了世界和平，咱能不能一起缩减点自己手上的核武器数量啊？但他也明白嘛，苏联人又不傻，如果看上去好像处于下风的美国人主动把脸贴上来了，那就是实锤的下风了嘛。我干嘛还要跟你妥协，缩减自己的核武器库呢？滚一边去！所以在谈判之前啊，自己手上的筹码一定要够多够硬才行啊。既然我们的软肋在不能移动的发射井上，那么就想办法让他们移动起来呗。而且啊，不光要能够移动，还必须要能够移动着把它们发射出去才行啊。这优势不又回到咱们家了吗？好吧，于是五角大楼的当务之急呢，就是尽量找到能够移动它们的方法了。在看到这张照片之后呢，他们两眼放光。这个比右下角的大力神还要大了 N 倍的大家伙，不就是最好的选择吗？从 C5 银河运输机的屁股后面把洲际弹道导弹给发射出去，应该是一个不错的想法哦。尽管也是个疯狂的想法，但是这可是在冷战时期啊，这儿最不缺的就是疯狂了。毕竟整个战略思想都是建立在 MAD 上面的嘛。好，那我们就来说说 C5 这架运输机了。它从一开始呢，就是为了装而存在的。虽然也有装逼的意思啊，但更多还是用来装货的，尤其是要装下当时美军最新的9米长、50吨重的 M60主战坦克了。于是它的货舱空间呢，就来到了惊人的1000立方米了。这个好像没啥概念，对不对？那就换一个啊，其货舱的长度达到了37米，比莱特兄弟第一次飞上天的距离还要远呢。但其实呢，这还不是最夸张的啊，在它那巨大的黑洞里面装下超过100吨的货物之后呢，居然还能够轻盈的飞上天空。所以从技术上来讲，用它装只重30吨的民兵1呢，实在是有点大材小用了。挤一挤，我给你装1捆都是可以的。但重点是啊，装1捆能发射得出去吗？对了，真正难的地方在既能装得进去，还要能放得出去啊，并且在放出去之后呢，还得必须要点燃飞得过去才行。国务卿的时间不多了，他只给了五角大楼90天的时间。于是好莱坞电影里面的情节在现实中上演了啊！直升机在凌晨时分呢，突然停在了教授家的草坪上，耷拉着眼皮的教授不情愿地爬进座舱后，发现怎么这儿还有几个没睡醒的家伙呢？专家小组开始紧张的工作，试图验证从 C5 上发射洲际弹道导弹是可行的，或者为什么就不可行呢？好吧，一个非常明显的挑战在于啊，他们还从来没有从 C5 上空投过这么重这么大的东西。应该说一个这么重这么大的完整的东西。虽然有过成功投下将近75吨重货物的经验，但那是被分成了4批投下的，每一批呢也就不到20吨重了。采用的方式也很特殊，在推不动的情况下呢，他们是靠打开后舱门释放出阻力伞，把货物的相对速度减到比运输机更慢后自己给滑出去的。通常情况下，这些货物的长度呢都很少会超过8米，而民兵洲际弹道导弹的长度则是20米，加上滑车等附件之后呢，不可分割的重量也已经翻到了30吨了。这就带来了几个严重的问题啊。一是太重之后，如果阻力伞未能够将它们成功的拽出货舱， C5 的飞行平衡将被打破，导致失控坠毁。二是即使成功拽出货舱了，但突然损失这么大的质量也会打破飞机的原有平衡嘛。如果飞行员的调整不够及时的话，也有坠机的危险啊。最后，由于它太长啊，所以很有可能在拽出时呢，导弹的头部下倾过多，尾部就直接顶在了货舱的顶上，把飞机给卡住，造成坠机。说实话，能够成功的窗口实在是小得可怜啊。但这帮专家揉完没睡醒的眼睛之后，还是给出了积极的评估。虽然风险很高，但如果我们操作得当的话，还是可以做到的。好了，有这句话就行了，那咱就试呗。从1974年9月6日开始呢，这样的测试一共进行了10次。前7次呢，分别往下扔下的是越来越重和越来越长的模拟载荷，后3次就玩真的了，扔下去的就是真正的民兵1了。不过扔下去又让它点火飞起来了的，
仅仅只有最后一次而已。虽然所有的测试载荷都不会带上核弹头，但跟我们之前讲过的一样，依然风险重重啊。从 C5 上减掉30吨的重量，会迅速改变其重心，使飞机几乎立即向上和向前倾斜。如果飞行员未能保持控制，即使成功投放，也可能会带来灾难的。当然，相比起来啊，与43500吨当量的世界末日一起飞行在未加压后舱的机组人员面临的危险就更大了。实际上，他们在整个部署期间呢，都必须要佩戴个人氧气罐，以抵御稀薄的空气，并无数次面临更加险峻的环境。为了确保 C5 在发射洲际弹道导弹后还能平安地飞回基地，他把导弹的投放高度呢设置在了6000米。当导弹离开飞机时，第一级发动机上的定时引信呢便开始进入倒计时了。连接在头锥上的降落伞呢会使它头从上往下掉，在掉到大约2500米高度时呢，发动机点火，先是阻止其继续下落，接着便是推动着它开始跨越大洲的旅行了。好像听上去也不是很难，对不对？但是在测试中呢，失败率竟然高达33%。前9次测试呢，只成功了6次。有降落伞被撕裂后导致测试载荷直接以自由落体的方式坠地的，有刚刚离开货舱后呢，测试载荷就直接在空中散架的，还有的是因为一个阻力伞的力量不够啊，拉得不利索，卡在半截，差点就把 C5 给搞坠机了的。没有最刺激，只有更刺激。就这样啊，时间来到了离谈判日只有1个月不到了。虽然压力巨大，但工程团队呢还是给顶住了。他们又对导轨进行了改进，还增加了一个阻力伞，然后决定进行第10次，也是第一次真正会点燃导弹发动机的测试了。如果成功，就代表着空基洲际弹道导弹他们是可以玩的转了。当然，现在我们知道他们做到了。消息第一时间当然传到了基辛格的耳朵里面，然后呢，也很巧妙的让苏联人知道了这事儿，谈判的主动权于是又回到了美国人的手里面。到了今天啊，最新一代的 C5M 甚至可以同时装下3枚民兵3洲际弹道导弹。可你还能听到关于空机发射的任何一点消息吗？它就这样在第10次发射后呢，被彻底埋藏了起来。为什么？其实很简单啊。虽然美国人发展出这种发射方式的初衷是为了应对当第一波核弹互射自己的发射井被摧毁后呢，还能有发起第2波还击的能力，但是它同样也具有令人生畏的第1次打击能力啊！如果将这种对方无法应对的首次打击能力引入到相互保证毁灭的脆弱核生态系统中来，很容易就将原有的平衡给打破掉了。有可能出现的最坏情况就是没有了安全感的苏联人干脆就首先发起核攻击嘛。美国不照样充满危险吗？好了，这个呢就是今天的故事了啊！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故事讲给你听。在早期战列舰的桅杆上有一个很明显的特征，那就是几乎都挂着一个巨大的钟。就像这些照片中显示的一样，从1战开始一直挂到了2战初期。所以他们究竟是拿来干什么的呢？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今天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这个有趣的装置。电影里面我们经常都可以看到这样一个场景啊，不管是执行任务的特工，还是潜入到银行里面的大盗，在行动之前呢，总是要对一下表。所以联想到同样是执行战争任务的战列舰，他们装表的目的也是为了在开战前把时间对准吗？但是如果你推进仔细看的话，这个表盘好像哪儿有点不对劲呢？虽然时针和分针都在，但是刻度却只有10个，一圈少了2个小时，一天就少了4个小时，这时间也不带这么偷的嘛？难不成他们都自信到10个小时以内就能打完一场仗吗？当然不是，虽然它也叫钟，但却不是时钟，而是距离钟，是用来指示距离的，指出敌人的距离给自己的队友们看。像时针的那根指针呢，指出的是目标在多少千码开外，而分针指示的则是百码。比如如图所示这样的指针位置呢，就代表着本舰正在瞄准着3700码的距离开火。他们之所以要把自己的射击距离高高的挂在桅杆上，让编队里面的其他队友全都看到，是因为在当时舰炮的瞄准实在是太难了嘛。尽管有了光学测距仪，这个我们之前讲过啊，但是能不能真的打到敌人头上，很多时候呢还是要靠运气的。万一编队中正好有一艘打准了，他不得大声的把自己的瞄准数据分享出来吗？距离是多少？方位是多少？所以你看啊，不仅在桅杆上方有着大大的距离钟，连炮塔的下方呢，也是用油漆涂黑了，画上高对比的刻度的，让同伴能够看到我的炮管指向的是哪个具体的方位，于是大家就可以整齐划一的倾斜弹药了。为什么不用无线电呢？
因为无线电可以传的距离比较远嘛，要是传到敌人的耳朵里面，不也把自己的位置给暴露出来了吗？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啊，那么多的炮弹出去，我怎么知道是谁击中了，谁的没击中？该用谁的数据，又该忽略谁的数据呢？对啊，暂停一下啊，你也来想想，有什么办法能够定位出是谁的炮弹击中了敌舰呢？一定要先把你的答案发在评论区里面，再继续看下去啊。其实嘛，答案很简单啊，打彩弹呀。来看这枚当时英国海军用的8英寸舰炮的解剖图。这个位置啊，显示出它是装了一个染色包的，会在爆炸的时候呢，将周围的物体染上颜色。不管是打在海面上产生的水柱，还是击中船身后撕开的碎片，在远处都能够清晰可见。遗憾的是，那个时候还没有彩色摄影，所以哪怕我能够找到用这样的炮弹击中目标时的照片呢，看起来它们还是黑白的，多多少少减少了我找不到这样照片的遗憾嘛。当然啊，有证据显示，同一时代，美国、法国、德国、日本的舰炮呢，都使用了这样的方式，来更方便的校正自己的射击参数，搞得像是现在打彩弹射击一样啊。每一艘战舰呢，都被分配了属于自己独特的颜色，这样别的战舰就知道了是谁开的炮击中了目标，就能根据它的桅杆上的距离中指针来调整自己的射击参数了。比如美国的密西西比号上的14寸主炮用的就是橙色的染料，新墨西哥号上用的是绿色，印第安纳号上的16寸主炮呢用的则是红色等等。一场仗打完啊，不管轻重，大家都会挂彩弹，甚至就连舰上的水手呢，最后都免不了要被打成了彩弹。当然，不管是距离中还是炮塔上的刻度，到了二战早期就基本上都见不到了啊。主要原因有这么几个：第一是由于一战后所签订的海军限制条约，使各个国家到了现在呢都拿不出像当初那种规模的舰队排在一起吐子弹了。日德兰海战中那种几十上百艘战舰对垒的场景，现在已经被缩减为不超过个位数了。这种你看我，我看你的需求呢，自然就减少了。另外啊，雷达出现了，用它就可以非常精确地指示出目标的位置啊。最后也是更重要的一点，在舰队之间传输信息的超高频通信出现了啊，它频率极高，距离极短，所以完全就不怕泄露到远处的敌人那边，就把原始的目视通信系统给彻底替代了。挂钟的墙还在，只是钟已不见了踪影。当然，现在连墙也不在了。好了，这就是今天的内容。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故事讲给你听。印度自造的航母到底行不行？先让我们来看一段视频。可以明显的看到，这艘标准排水量达到4万吨的中型航母维克兰特号，在其第2次海试的时候呢，跑出了一段奇怪的浪花。跟大多数舰船带来的一字形尾流不同，它的尾流是鱼刺形的，而且字还不少哦。看到这个画面，大家的热情就都被调动出来了，网上一片讨论的声音，纷纷都在揣测为什么维克兰特号能够如此之浪，而它浪成这样，对其战斗力究竟有没有影响呢？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今天我们也来聊一聊。首先啊，它为什么这么浪？仔细看视频，我们就可以发现，维克兰特号的起伏呢非常明显，所以鱼刺状的尾流显然是被船手一下一下这么砸出来的。国内的文章大多把它的这个动作呢形容为磕头，一步一磕头嘛，是在请求老天保佑吗？所以印度人是非常反感的，在国外的网站上，他们就跳出来解释了，请注意你们的用语，磕头可不是什么好话，咱们要用专业的术语，请叫它重摇，而且所有船都是会重摇的呀。我们这艘呢，重摇的幅度也是在正常范围之内的。所以到底什么是重摇？当船只绕着自己的横轴上下震荡时，它就是在重摇了。引起重摇的因素很多，比如糟糕的海况，一个巨浪打过来，把船手甩到浪尖，再拍入浪谷是很正常的事情。比如呢，动力的欠缺，骑浪前行是需要力量来支撑的，你骑不了浪，那就只能让浪来骑你呗。或者再比如糟糕的设计，缺少稳定船身的必要结构，重心和漂心不在一个位置等等，都可能让一艘船在浪起来之后根本就停不下来了。所以维克兰特号究竟该对上哪个号呢？大家普遍认为应该是对第3个，因为第一画面中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海试当天海面相对来说还是相当平静的，不太可能把重如航母那么大的一艘船呢甩成那样。第二，当天的科目呢就是高速机动，再加上海浪又不大，说是因为动力不足，理由不充分嘛。因此就来到第3项了，设计上有所缺陷，被诟病最多的是说它缺少了一样很重要的东西，
球匕首。关于球匕首啊，我之前有一个视频应该讲得很清楚了，大家可以去看看。它最主要的作用是减小船只高速前进时所形成的心波阻力，从而实现高速省油的目的。但除此以外呢，还有一个同样重要的作用啊，就是用一个巨大的鼻子伸在前面，是可以增加船只的重摇阻尼的，在一定程度上就能抑制或者减小船只的纵向摇摆了。但维克兰特号呢，就是偏偏没有这个玩意儿。这个呢就很容易让人拿出来说事儿了啊。虽然在现在的一些低速商船上正在慢慢取消球匕首，但那是因为他们本身对速度就没有什么要求嘛，用了球匕首意义也不大，反而增加了造价，与经济省钱的初衷呢背道而驰了。而你维克兰特号是一艘军舰啊，跟商船一起起啥哄啊？难道既不想要高速，也不觉得重摇会是什么问题吗？这就奇怪了啊！于是很多人嘲笑说，是负责建造的科钦造船厂没有一个把数厘米厚的钢板弯曲成一个精确三维曲面的能力啦，造不出球匕首嘛。但反驳也很来劲啊，马上就贴出了该船厂在建造带有球匕首的船只时的照片，来证明，我能，只是我不想而已。有很多人说啊，没有球匕首的航母呢，就是没有灵魂的航母。反驳的也马上给怼回来了。大部分的美国尼米兹级航母不也没有球匕首吗？你看美国的天有没有塌下来呢？总之啊，印度人说咱这个设计呢就是合理的，摇不摇什么的也是在我们的掌控之中的，所以这次海试呢完美成功。好吧，如果不关球匕首的事，那就是飘心和重心不在一起了呗。军用舰船的水线泡面呢，通常是狭长的子弹型，船舶设计者和制造商需要格外小心的为其配重，以使它的重心与飘心重合。如果两者不在同一个铅垂线上，那么只要水面稍有起伏，船只就会不可避免地发生重摇了。维克兰特号会是这种情况吗？大概不是的，因为你看啊，人家航母上还没有载有压秤的飞机啊，说不定把甲板上的飞机一装，食堂里面的咖喱打满，飘心和重心就神奇的吻合了呢。让你们这些人先傻乐一下吧，何妨呢？好吧，对此你是怎么看的呢？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知识讲给你听。